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李沁何必装甜？内娱有一种女演员让 Sir 可惜，演配角会出圈，但一到她主演，总差点意思。你脑子里闪出了谁的名字 ？Sir 提一个，李沁。红衣。凌厉表情，破碎感美人盘点绝对少不了她。楚乔传女二袁纯被蹂躏后黑化的公主，但要你说出她主演的女主角色，那可能的再犹豫一下。就说最近吧，你知道李沁出新剧了吗？还是热度第一的那种请君，名字挺娇羞，叫一半留一半。中秋节上线，任嘉伦和李沁主演。开播15天，11天热度第一。要怎么评价这部剧呢？它肯定不是那种敷衍的烂剧，滤镜不夸张，服化道也算是认真。作为一部奇幻剧，特效至少不至于对不起观众。虽然是苍兰诀同款坤，虽然男主跟星你的都敏俊有同款时间暂停技能，男女主还很敬业的原声出演。总之，要说这是一部不用心的剧，这种话是骂不出来的。可要夸，却也相当勉强。请君的尴尬来自剧本、演员的全方位平庸，而又拿到女主剧本的李沁，不幸地沦为这次平庸的牺牲品。剧刚开场就是男女主的前世渊源。3000年前，灵族圣女云溪李沁氏和首领朱荣发起对人类的讨伐。以古蜀国将军陆延、任嘉伦氏为首的人类奋力反抗，战事愈久，生灵涂炭。圣女云溪恻隐，和敌方将领因战生情，并喜欢上人类生活，俩人计划终止战争。灵族首领当然不答应，只见他一咬牙一怒目，射出本剧关键一箭。这一箭出去，云溪为救爱人，决定以命换命，把体内元丹注入陆延体内，复活了他。陆延又为了守护云溪，甘愿困在清泉山，千年沉睡。1000年后，故事有了新的进展，时间来到民国某年，云溪阴差阳错转世成为凡间女子于登登李沁氏，是清泉寨的大当家。一次进山盗墓，无意间炸开了陆延的沉睡的，二人孽缘就此续上。故事呢，没太多野心。灵族和古蜀国的恩怨，女主的真实身份，影响着男女主角的情感发展。套了一层奇幻的皮，玩的还是那套现在你对我爱答不理，真相大白立马追妻火葬场玛丽苏。请君现在已经播到26集，口碑麻麻，4W 人打出豆瓣6.4，怪就怪在太平。剧本不出彩就算了，男女主角呢，又努力错了方向。先说任嘉伦，2017年和大甜甜的《大唐荣耀》靠周正的古装扮相大火，之后一连几部古偶，收视口碑都不错。这次他不仅过了古装的瘾，还换上民国装，表现吗？和过去一个水准，眼神到位，至少不出戏。也不知道是受了谁的鼓励，这次几乎全员都自信敬业地用了原音，甚至是来友情出演的小沈阳。一点开听着大家原声出演 ，Sir 真心觉得有些不自知的敬业真不必要。尤其男主这次一听，非科班出身的演员还是有硬伤，台词太绵软无力，语调又平，甚至削弱了眼神的表现力。最可惜的还是李沁于登登，看得出编剧努力想刷新于登登人设。他有权，一寨之主，统领一寨的糙老爷们儿，妥妥大姐大。他不傻白甜，穿衣打扮往中性走，马甲、皮靴、配枪、眼带，样样齐，利落帅气。走路大步流星，虎虎生风，有飒劲儿。但随着剧情深入，女主问题也多了起来。她不女人可以，但不女人她就是个男人啊。就说一个姿势，坐，
于登登就没好好坐下过，跟二爹商量事儿，有凳子不坐，拿来放脚。图啥？图生气的时候有东西瞅着打。跟徒弟说话，右手拿烟，顺便 JIO 朝附近的凳子一搭。跟来闹事的局长彰显自己英雄气概，翘 JIO。想塑造一位摆脱女性刻板印象的大女主，没毛病。可摆脱女性刻板印象，并不意味着向男性刻板印象靠拢啊！谁说大姐大非得是男人婆啊？不光是外形，于登登行事风格更过。眼看着寨子穷得揭不开锅了，大姐大就决定下山娶有钱人家的少爷，赚点彩礼钱。咋娶？生抢呗！如此草率粗暴，别说是这梨花带雨的少爷了，要丝儿也跑啊！还没完，少爷一家使了一计偷梁换柱，成功脱身逃跑了。大姐大一点也不伤心，因为她立刻相中了在路上伸手救了她的陆岩任家伦氏。邪魅一笑，大放厥词：我想劫个色，你救我命，我打劫回报你。男主当然拒绝嫁人，于登登律手下用迷药把人迷倒，硬是给掳上了山。趁着陆岩沉睡，未经过他允许，强迫他在结婚契约上按了手印签了字。人醒来之后要下山，于大小姐又带着老爹和跟班百般阻挠。这位国产大女主的要靠耍流氓展示自己的非凡魅力，没经过允许上手就去摸男人的下巴，难道不算性骚扰？左看右看，这人设，女版东八区张翰？问号。看来只要编剧到位，国产剧油田也不用总让男人来供货。你要说这就是大姐大，人设需要，勉强忍了。但不能忍的是，于登登有时候是个钢铁直女，又有时候不得不装个甜妹。毕竟有男主在吗？因为丧失记忆，他体内灵力被封，和凡人无异，被反派灵族们追杀。一路上要么靠陆岩给他的护身符保护，要么靠陆岩拯救。后来灵力解开，他也需要靠陆岩点拨才能自如使用。他强悍，他流氓，可他还是一个不会爱的少女啊！男主为她下花瓣雨，她感动得心花怒放。哪怕发现男主要杀她，也只是含着泪，梨花带雨的质问，舍不得反击。慢慢的，他为爱收了野蛮心性，他由因不懂爱情而莽撞的假小子，进化成了被爱着、被保护着、被纵容着的对象。于登登，一个用装男人来试图表明自己并非傻白甜，最终还是陷入爱情漩涡的美丽傻瓜。装在于登登壳里的李沁更是别扭，每次看李沁，Sir 怎么都没法把他和薛宝钗联系起来。2008年，在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上学的李沁被李少红看中，从学校和家长那费尽辛苦让他出演少年宝钗。就是12年前那版惊天动的《红楼梦》，李沁也因此出道。按照书里描写的相貌，Sir 心里的宝姐姐，性子冷，但因为圆脸杏眼，确实比黛玉看着好亲近。彼时18岁的李沁，两颊有肉，清纯有余，却总有愁态。年纪越长，李沁越来越瘦，眼角、嘴角收尾处都是细细的尖线条，脸部轮廓也有棱角，透着生人勿近的清冷。嘴角不笑时，又自然下垂，这份清冷里多了一丝苦意。一笑呢，仿佛换了个人，眉眼弯弯，看着就想跟他一起笑。所以他的履历表里出彩的角色可以分为两种，一种是气质符合的冷美人，就像《如懿传》里的容妃；另一种是遭逢巨变的苦美人，如《白鹿原》的田小娥、《楚乔传》的元纯。然而这种角色在国剧里太少了，归根结底并不是国剧不会写女人，而是国剧往往不敢写人，尤其主角，尤其大女主角色往往被安全的套路、时髦的人设、
爽剧的桥段紧紧包裹住，隐去了幽微而辗转的人性和个性。回到于登登，编剧似乎就没想过展现一个完整角色，而是将它切碎成一个个生硬符号，然后置于短视频般的情节里。比如，美女大姐大当街挑逗我，咬字也很奇怪，上唇总是不舒展。流氓小太妹密谋绑架我，傻甜小娇妻新婚沦陷于我。于是，此时国剧也不再需要李沁身上的所有特点，只需一副任由摆布的好看脸蛋。问题是，内娱这样的脸蛋还不够多吗？